相公，选我当老婆吧。虽然我年纪大点儿，但是会疼人。你选别的女人，要是生不了孩子，到时候肯定会被送进死字营当炮灰的。你可想清楚了？这是穿越了。如第一集所见，身为兵王的我，居然穿越成为了大周边军的一名小卒。为了不被丢去死字营当炮灰，我不得不在一群罪女中挑选妻子，却一眼相中蜷缩在角落的落难千金苏清燕。可没想到刚娶回家，武长刘武竟要我把媳妇儿送去给他暖床。识相的就乖乖跟我们走，去给武长暖床。就是武长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。跟他废什么话？带走！面对他们的欺辱，觉醒兵王本能的我不再隐忍，以雷霆手段将武长等人斩杀，更是凭借前世之势造出威力惊人的复合弓和三棱剑。250步外，一箭射杀胡杰主将拔都烈，大败胡杰精锐。就在我以为能在边关站稳脚跟，准备领功得赏时，你不该杀刘武，他再草遭，也毕竟是我的小舅子。现在你杀了他，我得拿你抵命。张大人何出此言？刘武长是死于胡杰探头之手，怎么能说是我杀了他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何其他人都死了，唯独你活了下来？因为属下身手好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把人带上来。武恩，你是刘武的兵，现在你如实交代，刘武是怎么死的？你不必担心，本参军在此，只要你所言属实，定会为你做主，而且还会给你记检举之功。回禀大人，当日属下被基伯达所伤，未能前去巡边。后来听说刘武长等人全部死在巡边途中，只有基伯达活了下来。刘武因为贪图基伯达领来的媳妇儿，想要据为己有，彼此已经发生过冲突。哦，竟有此事。结果这次巡边后，死掉的却是刘武等人，所以我推测，他们当时肯定是遇到了胡杰斥候。一番激战之后，他们干掉了胡杰斥候，基伯达却趁机偷袭，将刘武等人也一并干掉，然后将他们的死因归结于胡杰斥候。基伯达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大人，刚才吴恩所说大多是他的臆测，并无实质性证据。当日遭遇胡杰斥候的情况，属下已据实禀报。如果张大人非要将刘武长的死归结在我身上，属下无话可说。张大人，此事我当日已经派人核实过，大致与基伯达所说一致。而且刘武、周武以及王二柱三人的伤口我也亲自看过，确实是死于胡杰人的弯刀与铁剑。陈振江，你可知道包庇残害同袍的凶手，哪怕你身为校尉，也是要杀头的。我自然知道，但我所言句句属实。好，很好。你说此前基伯达伤了你？是的，大人。大胆基伯达，竟然对同胖兄弟下此死手，你可知罪？属下知罪。本以为基伯达会为自己辩解，如此一来自己便可借题发挥嘛，处置他。没想到他竟然直接认罪了。念在你杀敌有功的份上，罚你10军帐，同时补偿吴恩10两银子的汤药费。另外，战功奖赏减半。属下领命。小子，今日让你躲过一劫，但不要以为就这么完了。你最好祈祷不要让我查出什么。如今没了靠山，基伯达若想报复自己，那自己一定会死得很惨啊！你不用紧张，我基伯达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回头我会让人把银子给你送过来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！刚才实在是太险了，我生怕你沉不住气。我还好，反倒是校尉大人比我还紧张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要是事情败露，我也得跟着遭殃。你刚才想都没想直接认罪，是因为苏清县吧？你小子有情有义，我没看错你。走，媳妇儿，带你去买衣服。掌柜的，把最好的料子拿上来。哟，凌彪长，您这是带夫人来做新衣？把好料子都拿出来，让我娘子挑选。
年前才刚从灵州进了几匹上好锦缎，我这就拿出来给二位挑选。相公，要不咱们还是到别家看看吧，得为以后的日子精打细算呢。夫人，这街上除了本店，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锦缎，而且不瞒您说，这几匹料子已经压手里几个月了，一直卖不出去，我都准备退回去了。如果二位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成本价。行，我们全要了。全要？对，娘子喜欢就行。掌柜的，你看能做几套衣服？一起算算。然后先把红色做成喜服，3日后咱们成亲要穿。哟，林彪长要成亲啊，那我一定要来讨杯喜酒喝。相公，咱们成亲，你准备请哪些人啊？人太多的话，估计小院容不下。咱们到时候就在军营大摆宴席，宴请所有人。啊，那得花多少银子啊？娘子不用担心，我这次的赏金可是足足2000两，花不了多少银子的。而且成亲这种喜事，一辈子就一次，当然要跟所有人分享了。相公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成亲一辈子就一次，自然是要跟所有人分享啊。呸！相公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娘子，你怎么了？相公有勇有谋，将来肯定能立下更多战功，封王拜将也不是不可能。到时候得多纳几房小妾，怎么能说一辈子就成一次亲呢？纳妾？对啊，相公要是不纳妾，别人会说我不懂事儿的。娘子，我这辈子能娶到你就足够了。相公，遇到你也是小离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大家3天后都来喝我的喜酒哈，不许随礼。恭喜姬彪长啊！姬彪长现如今可是狼风口的英雄人物，能喝到您的喜酒都是我们的福气啊！校尉，请您去一趟。姬伯达，你将之前的5行追阵画出来下，之后我们准备在各标区行演练了。是。这段时间我私底下也没少对这战阵进行拆解研究，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8成，听完季伯达的讲解，我才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不过冰山一角啊！此阵看似简单，实则精妙绝伦。若是加以训练，将5行追阵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，士兵的战力将直线飙升。或许1对1不是胡然人的对手，但若是5对5，他们至少有5成胜算。不止5成，而是8成。8成。校尉大人可曾想过，为何我们1对1打不过胡杰人？胡杰人体型高大，且弓马娴熟，天生善战。不然，那是为何？在战斗中，体型和力量确实占优，但他们体型再大能大过大象吗？力量再大能大过猛虎吗？可人却能驯服大象，杀死猛虎，这是为何？我们的士兵之所以单挑打不过胡杰人，体型固然有一定关系，但绝非主要原因。想我大周鼎盛时期，无论是北方胡杰，还是南方蛮子，亦或是东疆众多岛国和西域强敌，都无法与我大周战兵移风。归根垫底，是这些年我们被外敌打怕了，以至于所有人的骨子里都认为我们打不过别人。季伯达说的对，因为这些年我们被胡杰人打怕了，以至于很多人在听到胡杰人这个名字，内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恐惧。胡杰人的马蹄声就像是催命符一般，让很多兵卒双腿不住颤抖。胡杰人弓弦颤动的声音就像是恶鬼的嘶吼，哪怕隔着老远就让无数人为之胆寒。试问这样一支队伍，怎么可能打胜仗？那如何才能打胜仗？一支合格的军队，除了需要士兵拥有强健的体魄之外，锋利的兵器和坚固的盾甲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但若想成为一支优秀的军队，除了这些，还要有严明的纪律，要求上至主将，下至每一位士兵都能做到令行禁止。但想要成为一支纵横沙场的无敌之军，以上这些只是最基本的条件。纵观历史，细数那些常胜之军之所以能横扫疆场，所向披靡，甚至很多时候能以少胜多，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勇往无前的气势，舍我其谁的霸气，以及视死如归的决心。战阵如棋，落子无悔，兵锋所指，万灵尽生。真正的无敌之师，不败非因无敌，而是无人敢敌。这就是军魂。军魂，这少年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若是一支军庭交给他，给他足够的时间磨练，或许真能扫平北疆关外。看来这小小的狼虹口定然容不下他。
看来得尽可能的帮他走向更高处啊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，趁着基伯达还在，得尽快让他给我练兵。基伯达，你告诉我，眼下我们应该从哪一步做起？校尉大人，我是来请你喝喜酒的，你这明显是想把我当苦力啊！你帮帮我，回头你们成亲，我随10两银子。陈振恒多次帮自己，这份情我一直记在心底。虽然不知道这套方式古代人能不能理解，希望能帮到他吧。练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3、5天或许不见成效，但若能不折不扣地坚持训练，不出3月，他们每个人都将发生蜕变。准备点宵夜，还顺带拿来半坛10里香来。请兵，末将在。这不是上次传西夜曹守义在鸿门宴上喝剩下的那批酒吗？校尉大人好歹也是世家出身，拿喝剩下的酒待客，就不怕被人笑话？你小子别挑肥拣细，也就是你要换做其他人，想喝还没有呢。你这个留着吧，今天尝尝我亲自酿的酒。你酿的酒？吹什么牛？这可是你说的不喝啊！好香！我去，你这酒里加辣椒了吗？怎么这么辣口？忘记跟你说了，我这酒不宜豪饮，得慢慢喝，才能品尝出其中精髓。这世间竟然有如此美酒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你从何处得来？都说了是我自己酿的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那你这酿酒之法从哪儿学来的？那书封已经损坏了，只有部分内容。你小子防着我是吧？我真怀疑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莫非陈振阳知道了自己的穿越者身份？我听小玲说，校尉大人出身关陇世家，自幼饱读圣贤书，为何选择来这边关过刀口舔血的日子？我跟祖上确实辉煌过，但如今家族严没落，一出生便被家族寄予厚望，从小便背负上重振门楣、光宗耀祖的使命。可他们又哪里知道，如今的大周，读书人的晋升通道早已被那些顶级世家门阀给垄断。像我这种寒门出身的子弟，就算有一身治国之才，终其一生也跨不进那道门槛。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入那些世家门阀，给他们做幕僚。可他们不过是一群附身在大周身上的吸血虫，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益。至于帝国昌盛、造福百姓乃至民族存亡这些东西，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。所以你才决定弃笔从儒，想要在边关战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。一开始确实是这样的想法，可我到了边关之后才发现，边关与朝堂并无什么两样。就算你有勇有谋、屡立战功，也抵不过人家宗族血脉之情。这种情况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存在，根本无法避免。那你当初为何不留在南疆，继续跟在苏老将军身边呢？苏老将军固然爱才，可当时的南疆已经被他平定，南蛮退走不敢再犯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战事，所以我才来了北境。校尉大人，据我所知，如今的大周已经烂到骨子里了，你觉得帝国还能存在多久？你小子真敢说，不怕掉脑袋吗？大周确实是气数将尽，这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。朝中权臣当道，武将拥兵自重，地方豪强林立，世家豪门只顾小家。就算真出一位盖世明君，面对这千疮百孔的帝国，也是回天乏术。若是你姬伯华能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夏之江森，你会不会取而代之，自己去坐那龙椅呢？是啊，作为一个穿越者的我，无论是对这个世界，还是对大周帝国，都没有太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正如陈振恒刚才所问，若是机会真的摆在自己面前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坐上龙椅，过一把皇帝瘾。相公回来啦？怎么还不睡？人家一个人睡怕怕，等你呢。那让我给你暖和暖和。相公好坏。吉时已到，新人拜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长兄，夫妻对拜。一群不胜酒力的家伙。黑影不会是朝我家去吧？
要知道，就算是前世高手如云的特种部队，我也是数一数二的近战好手。可眼下仅一个回合，竟然落于下风。相公，是你吗？没事，别出来，危险！那一拳虽然砸中对方，但是对方身上传来的这股寒气也让我不好受啊。现在整个条右臂如遭雷石，心路突突乱跳。相公，你没事吧？娘子，快进屋！贼人，看招！别来无恙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鸡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喝大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你可悠着点儿，别摔个鼻青脸肿，大家还以为你被弟妹给揍了呢。别怕，有我在。看来这个世界的个人武力值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强不少。对敌经验和杀人技法我都不缺，唯独这具身体的体能跟不上。要不然昨晚就算无法拿下对方，至少也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杨师傅，帮我打一把刀。打什么刀？你这什么玩意儿？刀不像刀，剑不像剑，哼，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枉你当了大半辈子铁匠，本以为你是个识货的主，不曾想你跟其他人一样，都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鸡二狗，你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！真以为请我喝了几坛酒，老夫就不敢揍你了？我这把刀可轻松斩断马腿，还能轻松穿透胡扯人的铁甲。你要是不信，咱俩打个赌如何？赌就赌，我怕你不成？你要是输了，以后每天给我送一坛酒。没问题。要是你输了咋办？切，我要是输了，以后你来打任何东西，我一律不收钱。好，赌了。每天一坛酒，你小子可不许反悔。行，不过有一点我得事先声明，断刀的每一个步骤都得按照我的要求来。行，都依你。这炭不行，得处理一下。臭小子，你疯了！这炭可是花银子买的，你这么糟践了还怎么烧？嚷嚷啥呀？一会儿你得感谢我。温度是锻造工艺的一个重要因素，可普通木炭最高温度也就700-800度，不能完全将铁矿烧透，进而无法将铁胚中的杂质去除，这将大大影响兵器的硬度和韧性。煤炭自然是最好的燃料，可惜如今的大周并没有发现铁煤炭这一矿产，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个东西，所以只能用泥浆浸泡这种传统方法。通过泥浆浸泡之后，可以将温度提升到1000度以上，勉强能够满足要求。接下来便是烧矿，这些技术我并不熟悉，只能靠杨铁匠一个人操作了。平时需要烧大半个时辰才融化的铁矿，现在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就融化了，而且化得非常彻底。莫不是跟基伯达之前用黄泥浆浸泡木炭有关系？杨铁匠，这铁胚需要反复折叠15次，然后用大铁钳夹住铁边的两端，将其扭成麻花状。你小子没完了你！你还想不想喝酒了？看你小子能变出什么来！等等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明日我再来。这把刀算是初步完成了，你小子测验测验。这把刀是按照唐刀的样式制作的，但在一些细节上我做了调整。刀身修长，形似荷叶，但又只有单刃且略有弧度。唐刀虽锋利，在削刺挑等招式上有很大优势，但在劈斩方面却由于自身重量较轻而威力不足，所以我在设计的时候将刀脊加厚了几分。别磨蹭了，赶紧试刀。那腿骨断口竟然如此平整。杨师傅，愿赌服输，你不会赖账吧？好小子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夫君回来了，娘子自己吃就行了，不必等我。那怎么成？夫妻之间肯定是要同吃同睡的。校长，校尉大人让我通知您，马上过去一趟。昨晚巡边的5名边军失踪了，已经派人去现场了，并未找到尸体。
但却发现了打斗的痕迹和少许血迹。莫非他们跟自己上次一样遇到了胡绝斥候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5名斥候估计已经死了。既然对方干掉了5名边军，那他们极有可能已经潜入了狼风口。若真是这样，事态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胡绝大军兵临圣尘。对方既然是从险要小道潜进来的，人数肯定不会太多，而且能够被敌方派来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，必然是赤手中的精锐。对方要是隐匿在关内，想要将其找出来就太困难了。大家都说说吧，眼下怎么办？最要紧的是把那支潜入狼风口的斥候小队找出来，不然恐成祸患。可问题是，狼风口地形复杂，对方若是藏匿起来，想要找到他们谈何容易？这还不简单，我们直接动用所有兵力将狼风口翻个遍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们挖出来。此举不妥。若是大规模搜捕，难免打草惊蛇。先不谈能否找到，就算是找到了，对方狗急跳墙，定会对无辜百姓下手。季伯达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我要世纪的详细地图。有，只能一试了。不过我需要人手。要谁？你说。由基伯达担任使长，直到任务完成之前，你们只需听他一个人的命令。我丑话说前面，本次行动异常危险，极有可能会丧命，怕死的现在可以退出。师长，要是怕死，咱们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你直接下命令吧。第二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需要无条件执行我的命令。如果做不到，现在退出。如果师长你下的命令是错误的呢？也必须执行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如果这个命令真的是错的，那也是我事后要承担的后果。当然，我作为使长，我会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，这是我的职责，所以我不允许自己犯错。还有问题吗？你有多少把握？不知道，只能一试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他们在被我找到之前先一步动手。你放手去干就行了，我已经做了相应部署。我已经封锁消息，以免让老百姓知道，引发恐慌的同时，还有可能打草惊蛇。你可曾听说过胡杰的2大王牌斥候？不曾。胡杰军中有2支极其凶悍的斥候军团，名为池缝和血压。他们选定5、6岁的小孩为目标，然后通过多年的残酷训练，最终能活下来的10不存1。但每一个活下来的都是绝对的精锐，他们无论是单兵战力还是团队配合都极其恐怖。曾经一营北疆边军遭遇了一支10余人的血鹰小队，结果这500周军险些被对方屠杀殆尽。自此之后，北疆边军听闻血压之名，无不胆寒。你是说这次来的是血鹰军团？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咱们的人几乎没有反抗之力，而且现场处理得非常干净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这绝非一般的赤卫，加之胡杰人接连几次失利，派血压前来也不是不可能。若来的真是血压，不仅我们等人异常危险，整个狼风口都是岌岌可危。都是2个肩膀扛1个脑袋，就算来的真是血妖，我也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自己前世就是特种兵，正好领教一下血魔的实力如何。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小丽。放心吧，你不说，我也会派人看着。这一路上有7组脚印，说明对方至少有7个人，而且从脚印消失的方向判断，对方现在极有可能躲在世纪之中。师长，世纪上有几百户人家，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搜吧？真要这样，对方听到风声早就跑了。你们假设一下自己是对方，会选择躲藏在市集的什么位置？首先肯定不能藏在市区中间区域，这样很容易陷入围困，而且暴露的风险也会加大。你们觉得呢？如果是我肯定选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，给自己留下退路。其次是足够毙命，避免与人接触。这些胡贼潜入之后，肯定会第一时间杀害老百姓，以此来确保自身行踪不暴露。看来只能等到明日，看哪家没有人出门，就可以缩小目标范围。潜藏在暗中的敌人就像一把利剑，随时有可能发动致命一击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天亮之前必须将人找出来，并将其干掉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家人已经被胡绝人买通，或者说，那本就是胡杰人安插在狼风口的一个据点呢？啊，不会吧！我也不相信咱们拼命保护的人会出卖我们，但在战场上，哪怕是1/1000的可能性都要考虑进去，因为
我得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。师长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没有办法，只能一处处查。一炷香之后，在这里碰头，这是他们给自己留的退路。而且这家人的房屋并不与其他房屋相连，最近的也有30余丈，可以说房屋四面八方都可以突围，这无疑是给行动增加了难度。我找到他们了，时间紧迫，我只说一遍。黄勇，你在路口附近伏击，守住后门。是。石萌，你配合黄勇，务必将后门守住。是。耿忠、崔实，你2人在东西两面寻找制高点，需保证弓箭能覆盖所有位置，随时应对突发情况，以防对方狗急跳墙。一旦让其逃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。秦小根，一会儿行动开始，你带剩余的人列阵攻进去。是。我会从屋顶前进去，与正门的秦小根等人配合。记住一点，速战速决，千万不能给对方逃走的机会。行动！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那里是崔实所在的位置。刚才我只看到耿忠一个人放箭，按理说崔实的位置视野更好，距离也更近。若是他配合的话，对方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。可崔实却迟迟没有放箭。崔实被杀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漏网之鱼！原地等我，不准跟来！我知道对方一定就藏在锁龙林中的某个角落等着我。如果不能将其击杀，我没办法对死不瞑目的崔实交代，无法对死在屋里那对中年夫妇交代，也无法对自己交代。从崔实的死状来看，对方的实力非常恐怖，以至于崔实几乎都没有反抗之力，甚至连发出警示的机会都没有。或许我们还没行动的时候就已经被此人发现了。他先是给屋里那行血压斥候传讯，然后迅速逃了出来。这也是为何在行动之前我听到屋内有异动的原因。奈何当时情况紧急，我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。脚印消失了。看来对方已经洞察了我的意图，找到你了，只剩下最后一针铁剑了。八台烈两兄弟是死在你手中的。不错，是我杀的，而且我马上送你下去见他们。哼哼，你要是知道我是谁，你就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对于死人的身份，我不感兴趣。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，真以为我这百夫亭是吃素的吗？这一战几乎抽考了我全部力气。平心而论，若不是最后我故意示敌以弱，再出其不意将其反杀，此时躺在地上的人谁还不一定。师长，你没事吧？去把尸体处理一下，记得把盔甲拨回去。当营口物资匮乏，普通士卒只有修补了很多次的皮甲，铁甲数量不超过单手上数。今日这8具铁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价值不菲的战利品。师长，有情况！娘，你是谁？我娘呢？你爹娘去城里办事去了，让我来接你。你骗人！娘说了，只要我躲在这里，不让爹爹找到，就给我买糖吃。孩子，你爹娘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家便是你第2个家。
你们怎么样？回禀校尉大人，8名血压探星已经全部被斩杀，我方一死一伤。原来我们斩杀的竟然是永明赫赫的探修王牌血压。哎，金狼刀，季兄弟，这刀你从哪儿得来的？这种金线刀只有胡杰军中的一军主将才有资格佩戴。莫非这次敌人的小队里有一名胡杰将军？除了一军主将之外，血压军团的百夫长也是佩戴这种金狼刀。那岂不是说是一名血阳军团的百兰长？你们说的应该就是那家伙了。这才多久？如此显赫的战功，就算是放眼几百年大周帝国，也是殊为罕见的存在啊！叔叔，怎么了？你抱我离开时，我都看到了。叔叔已经给你爹娘报仇了。相公，这是……回头跟你细说，先弄点吃的。饿了吧？我马上就去做饭。这孩子父母都被杀害了，我不放心他一个人，便将他带回来了。这孩子命也太苦了，要多吃饭哦，不然个子长不高的。长高了能成边军吗？想要成为边军，身高和力量都不能差。慢点吃，小心噎着。之前拔都烈与巴图尔两兄弟先后殒命于狼风口，定然引起了南征主帅拓跋烈的重视，所以这次才派一支血勇小队来查探虚实。当然，若是可能的话，他们不介意直接夺下狼风口。可如今那批探司全部伏击，就连那名血焰军团的百夫长也命丧狼风口，拓跋烈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，狼风口将会承受他的雷霆之怒。一直以来，狼风口就像是一根钉子，死死钉在北疆防线的最前端，以至于胡杰大军不敢贸然挥军南下，因为狼风口随时可以出兵切断他的退路。正是因为这个巨大的隐患，以至于近些年来胡扎人多次攻打狼风口，想要彻底拔掉这颗钉子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最多10天，胡扎大军便会直扑狼风口。守得住吗？守不住也得守。是啊，我们根本没有退路，守得住要守，守不住就死守。我已经派人将军情送往漠北节度府，让大将军派兵前来支援。虽然军情已经送出去，不过我心里却没底，因为刘武之死，张惠安极有可能从中作梗。按理说，年后的第一批粮草早就该到了，却迟迟没有动静。从刚收到的消息来看，徐必彦多半是死了。狼风口弹丸之地，竟折我3员副理。霍苍狼，末将在。若让你率兵攻打狼营口，你需要多少兵马？回禀主帅，只需1000精兵即可。若未能攻下，当如何？若末将未能攻下狼风口，提头来见。好，本帅任你为先锋主将，突曼、布罗2人为副将，率精兵3000，10日后起阵，踏平狼风口。末将领命。胡烈、博尔济，你2人各率2万兵马，朝老龙口与朝天亚包进，不必进攻，只需牵制住漠北的主力军即可。3日前，亲兵便带回消息，粮草和援军近几日就会到，可到现在都没有半点动静。看来自己之前的猜测10有8、9是成真了。这一次，非但援军到不了，就连粮草也悬了。如今狼风口的粮草还能支撑5天，看来不得不做2手打算了啊！一方面得节省开支，另一方面则是派人去市实和周边城镇购买军粮。好在节度府一直存放了一笔银子在我这里，用于奖赏战功。可北疆受战乱影响，老百姓家里的余粮也不多，就算能采买到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刚刚得到消息，1000精骑外加2000汉族于5日前离开沃纳城大营，直奔狼营口而来。而且这次领兵主将是霍苍狼，此人同为拓跋烈麾下7大战将，且位列第3。最主要的是，他父亲霍怀恩本是周人将领。霍怀恩原为云州都尉，正元17年携朔方部防图叛投胡杰。此人精兵法，投敌之后便被任命为南征先锋，连破北境13城。如今援军肯定是指望不上了，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做好充足的战前准备，靠着500人死守。按照敌军当前的行军速度，最迟3日便会抵达狼风口。诸位觉得这一仗应该怎么打？
守城战每年都会发生很多次，能想到的方法基本上都用过了。像上次基伯达这一招请君入瓮算是一个奇招，但这样的战术只能用一次，第二次就不灵了。基伯达，你说说看。除了死守，我也想不到其他办法。没援军，没粮草，500军卒对3000精锐，可想而知这一战有多艰难。别的不说，对方哪怕是耗，也能耗得我们使尽粮道。校尉大人，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老五，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有什么话直说无妨。校尉大人，咱们几百号兄弟在这里拼命死守，人家却对咱们的生死不管不顾，真的值吗？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想什么，我更清楚，如今的大周权臣当道，军权旁落，天子早已被架空，地方更是士卒林立，乡绅遍地。无论怎么看，大周都是大厦将倾，气数将尽。你们说的没错，我们在这里与敌人拼死去拼活，可节度府却冷眼旁观。估计我们全部战死狼营町，最终却连为我们收尸的人都没有。我也觉得不值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露宿风雪，镇守国门，不仅仅是为了龙椅之上那位天子，也不是为了大周皇族，更不是为了那些自诩中流的世家豪门，而是为了关内千万黎胜，为了种族血脉。我们可以弃城而逃，可狼风口的百姓呢？他们怎么办？如果大周所有将士都跟我们一样不战而逃，天下百姓将沦为胡劫人的刀下亡魂，万里香河将会承载胡活贼马蹄之下的碎片。届时神州陆沉，山河破碎，社稷丘墟，生灵涂炭。届时被残忍杀害的无辜百姓中，必然有我们的父母妻儿。被踏碎的不仅仅是万里清月，还有我们民族之脊梁。诸位，如果狼风口注定守不住，就让胡贼踏着我们的尸体入关。校尉大人说的对，胡贼想要入关，除非踏着我们的尸头进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何惧一死？更何况能与兄弟们死在一起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是张怀安在从中作梗。就算陈振香亲自去漠北要兵要粮都没用，对方表面答应，可私底下以各种借口拖延个10天半月，狼风口根本拖不起。别的不说，这几百号人每天吃的就是一个大难题。正所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连军粮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守城？我去漠北。张帅安之所以处处刁难，都是因为我去见他，看能否化解这场矛盾。眼下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一旦到了漠北，张怀安随时都能要你的命。我知道，张怀安想要我的命，给刘武报仇，但我总得试一试。而且他想要我的命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不行，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怎么跟小茹交代？放心，这次我自己跟他说。昔年定远侯36骑定西域，今日我基伯大达独闯节度府。从现在开始，梁老哥担任务标标长，秦小根顶替你的位置。标长，那你呢？标长，那张大人明显是不怀好意，你一个人去节度府太危险了。要不我带几个兄弟陪你一起去？狼风口大战在即，正是用人之际，而且对方真要杀我，就算把狼风口这500人全部带上，都无济于事。你们记住，此战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，一旦狼风口失守，胡劫铁骑将长驱直入，马踏中原。到那时候，整个北京都将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自从将小石头带回来之后，这个小院更像一个家了。只可惜这小家伙一直闷闷不乐，动不动就坐在那里发呆，连苏清燕也没有好的办法。相公可是觉得这饭菜不合口味？娘子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怎会不合口味？那我看相公似乎右口不佳，可是有心事？我要去一趟节度府，想办法要来粮草和援军，为狼营口解围。父亲说过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当有所为，有所必为。娘子，如果我未能要来援军，狼营口若是失守，相公，小茹本是戴罪之身，没有死在发配之路上，已是上天眷顾。没曾想竟让我遇到了相公你。虽然我们相处不足孤月，却是小茹心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如果狼烟口真的守不住，
那小荣便与相公一起共赴黄泉，来世再做夫妻。小石头，我要出门一趟，家里就剩你一个男人，你可得保护好你婶婶。好。相公，小丽在家等你，一直等。下官求见张大人。您稍等，小人去通报给张大人。几位参军大人正在处理药物，让你先等着。基伯达虽然心里着急，但也只能等着。请问张大人那边还在处理药物吗？几位参军大人已经回去休息了，要不你还是明天来吧。上车吧。我知道你是为粮草和援兵而来。胡杰3000精兵已经抵达狼峰口外，随时准备发起攻城，仅靠500兵卒根本抵挡不住，而且所余粮草最多只能坚持3日，请大人立刻发兵发粮。你说这些，5日前我就已经知晓，而且我只需一道命令，援军粮草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大人请讲，只要是卑职能做到的，义不容辞。很简单，用你腰间的战刀自刎，为刘武陪葬。大人，上次卑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刘武之死与我无关。你说的是你说的，信不信则是我的事。大人，狼峰口危在旦夕，一旦狼峰口失守，胡杰铁骑便再无阻碍，直逼龙脊关。还望大人公私分明，切莫延误了军机。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卑职不敢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是你自己死，还是狼神口500军卒替你死？你若自刎，我连夜发兵驰援狼峰口。是自己死，还是要狼峰口500兵卒替他死？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，身为一名将士，若是血染沙场，马革裹尸，那也就罢了，又岂能死在这种小人手中？大人的要求，属下办不到。那就让狼峰口500兵卒等死吧。既然张怀安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只能想其他办法了。毕竟事关狼峰口500边卒和成千上万百姓的生死存亡，我不能轻言放弃。听说了吗？胡贼出动2路大军，直奔老龙口和朝天崖而来。是啊，以往不都是开春之后才开战的吗？今年胡察人为何这般着急？直觉告诉我，这2支胡杰军团的出动是为狼峰口的货仓郎打掩护，同时拖住飞龙城的主力大军。当然，若是漠北主帅卢振元不予应对，这2支军团便有可能假戏真做，直接对老门口和朝天崖发动进攻。胡杰兵分3路，出动如此规模的兵力，必然是对狼峰口志在必得。这位兄弟，能否拼个桌？请坐。能否讨一杯酒喝？这位兄弟似乎有些心事，不知能否对我这个萍水相逢之人说道一二。见小兄弟披甲执刀，定是边军士卒，深夜独酌，莫不是思乡心切？国若不存，家将何在？国若不存，家将何在？寥寥8个字，却让我反复咀嚼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可偌大的帝国满朝文武，又有几人真正明白？想不到小兄弟也是读书人，我真是看走眼了。先生莫要折煞我了，我不过是比普通人多读了几本书，算不得读书人。在下姓叶，青州人士，在下求学之时，顺带学了些占卜之术。既然小兄弟请我喝了酒，那我就送你一卦，或许能帮你指条明路。还望先生指点迷津。你当下必是遇到难题，想来飞龙城求助，奈何处处碰壁，求助无门。
莫非对方知晓我的底细？不过看此人并无恶意。吉兄弟，叶某算的可还准确？那叶先生所说的明路是指？吉兄弟，叶某告辞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后会有期。明日午时，五里亭。看来对方极有可能来自节度府。至于对方为会指点自己，我目前还猜不到。当然，我也不是没想过对方会对我不利。可思来想去，整个节度府就只有张怀安想要自己死。但以张怀安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肯定不会多此一举。毕竟在他的眼里，我不过是一只蝼蚁。他不会亲自动手，而是让自己主动赴死。齐伯达兄弟，真的是你！原来正是昨日领自己到节度府的校尉江晓。校尉大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见你们行色匆匆，这是有什么紧急军情吗？大将军要亲自到大营点兵，前往老龙口和朝天驿布防御敌。你是说，大将军会路经此地？大将军就在后面，我等先行前去大营传信，让全军集结听命。难怪昨晚在酒馆，叶先生说自己来这里，或许能找到一条明路。原来是大将军卢振祥今日要路过此地。看来那位叶先生就是节度府的官员，而且在军中职位还不低，至少也是能接触到大将军的人。否则绝不可能得知大将军的行踪。齐兄弟，军务在身，就不与你多聊了。我先行一步。校尉大人正事要紧，就此别过。现在已经知道大将军要路过此地，自己要做的就是将其拦下来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可如何才能拦下大将军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要知道，贸然拦路，那是有可能被就地格杀的。居然是张怀安！狼风口标长基伯达，求见大将军！何人挡道？速速闪开！找死！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找到了这里。你是何人的部下？竟敢拦大将军的路？想死吗？竟是叶先生！果然如自己猜测那般。他果然是大将军身边之人，从衣着来看，应该跟张怀安一样，都是大将军麾下的参军。绝不能让这小子见到大将军。樊校尉，此人来历不明，以下犯上，定是心怀不轨，速速拿下。慢着，大将军，此人怕是要对你不利，切莫靠近。老夫征战半生，什么刀山火海没趟过？区一个少年，又何则倒哉？你是何人？属下狼风口陈振江麾下标长基伯达，求见大将军。前不久，我似乎在寝宫簿上见到过这个名字，不是连杀胡界2名主将的那小子吗？你可知延误军机该当何罪？情况紧急，属下也是迫不得已。带他去大营。尽管没见过这支队伍的战斗力，可从精气神和纪律来看，战力应该不差才对。为何会连连败给胡界人？跟我来。虽然自己见到了大将军，但能否借到援兵和粮草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最主要的是，待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我始终觉得内心不安。以张怀安的能力，只需略施手段，便可让自己万劫不复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既然猜不到张怀安会用什么手段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从明处引入暗处。人跑了怎么办？我去禀告张大人，你们赶紧快使去，都帮我去找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
为何追自己，但肯定不是好事。整个北疆大营想要对自己不利的，也就只有张怀安，自己绝不能落入他的手中。站住！这样跑下去迟早要被围住，为今之计只能赌一把朝帅营方向跑了。此人盗取机密，乃是胡家的嫡子，快给我抓住他！给我拿下！住手！叶大人，此人乃是胡家人的嫡子，盗取机密被我等发现，正要将其拿下。嫡子都摸进漠北营来了，樊校尉马上去查实，今日是何人值守，全员问斩。如果证明他不是嫡子，罗校尉是不是要给个说法？这下子完了，不仅把张大人交代的事情搞砸了，自己还惹了一身骚。樊校尉，把人带走。是。鸡兄弟，我可是又救了你一次啊！多谢叶先生出手相救。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？走，我带你见大将军去。季表长，你且在门外稍后。大将军，人带到了。进来吧。说吧，你在五里亭拦本帅的路，所谓何事？启禀大将军，胡杰出动3000精锐攻打狼峰口，狼峰口只有500守军，且只有3日余粮，恐守不住，请大将军下令出兵支援。难怪拓跋烈这老狐狸突然发兵老龙口和朝天垭，原来是为狼峰口打掩护。敌军如今距离狼峰口有多远？领兵之人是谁？昨日便已兵临狼兵口外，领兵之人是霍苍狼。竟是这个！如此重要的军情，为何现在才送到？若是狼峰口失守，他陈振江就算死10次，也难赎其罪。看来之前狼峰口送来的军情，多半也被张怀安截下了。将军明鉴，陈校尉派来的信使3日前就已经返回狼峰口了，属下昨日天黑前也已经将消息送入节度府中。谁能告诉本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禀大将军，几日前狼峰口确实有传信，不过卑职觉得狼峰口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当年5000胡干人都未能攻下，这次才3000敌人，想要守住也是轻而易举。粮草呢？朝廷的粮草本来年前就该到的，可因大雪延误，至今未到，城中粮草也所剩不多，卑职便让陈振刚就近征粮。你先下去吧。大将军，我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属下告退。本以为只要见到大将军卢振亨，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，可事实证明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。就算是傻子都看得出来是张怀安在从中作梗，然而张怀安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甚至连一句问责都没有。或许是自己的地位不够，就算要处置张怀安，也不可能当着自己的面处置。看来大周的腐朽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，要不然延误军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？别以为见到大将军就能翻身，在我眼里，你依然是一只蝼蚁。